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真的是让我五味杂陈。一个大陆聋哑女孩远嫁台湾，本以为是幸福的开始，谁知婚后竟遭遇生死考验。这3小时的惊心动魄，不仅感动了所有人，更见证了台湾的医疗奇迹。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小雨。小雨是安徽农村的姑娘，出生不久就因高烧导致双耳失聪。虽然命运对她不公，但她却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。在特殊学校的帮助下，她学会了手语和唇语，还凭借自己的努力学会了缝纫技术。在家乡开了一间小小的服装修改店。命运总是喜欢和人开玩笑，这句话在小雨身上得到了完美诠释。就在她以为生活会这样平淡度过时，缘分却悄悄来敲门。那是3年前的初夏，台湾青年阿明到安徽探亲，偶然间走进了小雨的小店。当时阿明的衬衫扣子掉了，想找个地方修一下。小雨认真工作的样子，让阿明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。你好，能帮我修一下扣子吗？阿明问道。小雨看到有客人，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计，微笑着点点头。当阿明继续说话时，小雨指了指自己的耳朵，然后做了个手势，表示自己听不见。阿明愣了一下，随即拿出手机打字道：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你听不见。能帮我修一下衬衫扣子吗？小雨看后笑着点点头，接过衬衫，熟练地开始工作。短短几分钟，扣子就被他修得完美如初，太厉害了。谢谢你，阿明在手机上打字。不客气，这是我的工作，小雨回复道。就这样，一个简单的扣子修补，却成了他们缘分的开始。阿明在安徽的那段日子，3天2头就往小雨的店里跑。虽然沟通需要靠打字和简单的肢体语言，但两人之间的情感却日渐加深。隔着海峡，跨越听觉障碍的爱情，简直比偶像剧还要浪漫。我当时听到这个故事的开头，就已经被深深打动了。阿明回台湾后，两人通过视频保持联系。阿明开始学习手语，为了能更好地和小雨沟通。每次视频，他都会向小雨展示他新学的手语。那份坚持和用心真的让人感动。1年后，阿明再次来到安徽，这次他带着一枚戒指向小雨求婚了。小雨激动地点头同意，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。我知道我们之间有很多困难，但我愿意用一生去克服。阿明用手语这样表达，婚礼在安徽举行，简单而温馨。随后，小雨办理了各种手续，准备远嫁台湾。对于从未出过远门的小雨来说，这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。但爱情给了他勇气，让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段旅程。台湾女婿阿明在家人眼中是个非常靠谱的小伙子。他在台北经营一家小型广告公司，虽然不算大富大贵，但日子过得舒适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家人都非常支持他和小雨的婚姻。儿子找到自己喜欢的人，我们做父母的当然支持。小雨虽然听不见，但他的善良和坚强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阿明的母亲这样告诉我。就这样，小雨离开了生活了20多年的家乡，来到了台湾这片陌生的土地。初到台湾，一切都让小雨感到新奇。台北的繁华，人们的热情，不同的生活习惯，都给他带来了全新的体验。阿明的家人非常照顾小雨，特意学了一些简单的手语，方便和他交流。阿明的母亲更是把小雨当亲女儿一样疼爱，经常带他去逛街，买衣服，帮他熟悉台北的环境。媳妇是我们家的一份子，我们要让她感受到家的温暖。阿明的母亲如是说，婚后的生活，小雨也在慢慢适应。他在家附近找了份工作，在一家服装店做缝纫修改。虽然语言不通，但他的手艺很快就得到了店主和顾客的认可。然而，就在小雨和阿明结婚1周年纪念日那天，灾难突然降临。那天早上，阿明开车带小雨去他们最喜欢的海边餐厅庆祝。一路上，小雨通过手机打字和阿明聊天，两人回忆着过去1年的点点滴滴，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谁知道，幸福的背后却是灾难的来临。一辆闯红灯的货车突然从侧面冲来，阿明根本来不及反应，两车重重地相撞了。轰的一声巨响，小雨只觉得天旋地转，然后便陷入了黑暗之中。这一刻让我想起一句话：生活有时就像过山车，
在你最不设防的时候给你来个大转弯。事故发生后，周围的路人立刻报了警。阿明虽然也受了伤，但意识还算清醒。他挣扎着爬出车外，发现小雨被卡在副驾驶座上，满脸是血，已经失去了意识。救命啊！救救我妻子！阿明用尽全力大喊着，声音中充满了绝望和恐惧。很快，救护车和消防队赶到了现场。消防队员用专业设备将小雨从变形的车内救出，医护人员立刻对他进行了初步检查，情况不太乐观，头部受到重创，可能有颅内出血，必须立即送医。救护车上的医生神情凝重地说道。阿明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。他搀扶着上了另一辆救护车，一路上不停地祈祷，老天爷，求求你不要带走小雨，他还那么年轻，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。而此时，台北的街头正上演着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紧急救援。救护车一路呼啸，向台北最好的医院飞驰而去。车内的医护人员正全力抢救着小雨，给他输氧、测量生命体征、固定伤口，每一秒都显得如此珍贵。让一让，紧急情况！救护车上的警笛声划破了台北街头的宁静。令人感动的是，台湾的驾驶素养在这一刻得到了完美展现。所有车辆听到救护车的警笛声后，立即向两侧避让，给救护车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。甚至有些路口的交警主动指挥交通，确保救护车能够顺利通行。台湾人真的太有素质了。后来当我听阿明讲述这段经历时，他眼含泪水地说，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整个城市都在为小雨让路，为生命让路。10几分钟后，救护车抵达了台北长庚医院。医院早已接到通知，急诊团队在门口严阵以待。一看到救护车停下，医护人员立刻冲上前去，将小雨迅速转移到急救担架上。28岁女性，车祸伤者，头部重创，疑似颅内出血，生命体征不稳定。救护车医生快速向接诊医生汇报情况，立即进行全身 CT 扫描，通知神经外科和 ICU 待命。接诊医生当机立断下达了指令，医院里的一切都以惊人的速度运转着。从小雨被推入急诊室，到完成各项紧急检查，再到确定治疗方案，整个过程行云流水，丝毫不拖泥带水。CT 结果很快出来了，情况比想象中还要严重。小雨不仅有颅内出血，颅骨也出现了骨折，肺部还有挫伤，肝脏轻微破裂导致内出血。如果不立即手术，后果不堪设想，需要立即手术。神经外科主任看完检查结果后，严肃地对阿明说，但是我必须告诉你，手术风险很高，即使手术成功，也可能会有后遗症，比如记忆力减退、肢体活动障碍等。阿明听完，身体微微颤抖，但还是坚定地点了点头，请医生尽全力救我妻子。我相信他是个坚强的人，一定能挺过去的。好的，我们会竭尽全力。请你去办理一下住院手续，然后在手术室外等候。医生拍了拍阿明的肩膀，安慰道。手术立即开始了，神经外科团队、胸外科团队和普外科团队同时进入手术室。3个团队的医生为小雨同时展开抢救。主刀医生是神经外科的张教授，他在台湾医学界享有盛名，有着神之手的美誉。手术室外，阿明焦急地等待着，他的父母闻讯赶来，看到儿子身上的伤，心疼不已。但此刻，所有人的心思都集中在手术室里的小雨身上。儿子，小雨一定会没事的。阿明的母亲握着儿子的手安慰道，妈，如果小雨有什么3长2短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。阿明哽咽着说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。傻孩子，不会的，台湾的医疗水平这么高，医生们一定能救回小雨的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手术室外的等待区气氛凝重。阿明不停地看表，感觉时间过得异常缓慢。1小时过去了，2小时过去了，手术室的灯依然亮着，没有任何消息传出来。就在这时，一名年轻护士走了出来，阿明立刻迎上去。家属请放心，张教授说手术进行得很顺利，已经止住了颅内出血，正在修复颅骨。其他科室的医生也已经处理好了肺部和肝脏的伤势。不过手术还需要一段时间，请你们耐心等待。听到这个消息，阿明悬着的心稍稍放下了一些，谢谢，真的非常感谢。
他不停地向护士鞠躬表示感谢。又过了将近1个小时，终于手术室的门打开了，张教授走了出来。阿明和他的父母立刻迎上去，手术很成功。张教授摘下口罩，露出疲惫但满意的笑容。我们已经处理了颅内出血和颅骨骨折，肺部和肝脏的伤势也已经修复。不过，病人现在仍然处于昏迷状态，需要送入 ICU 进行密切观察。接下来的24小时非常关键，希望家属做好心理准备。医生，他会醒过来吗？会有后遗症吗？阿明忐忑不安地问道。从目前情况看，醒过来的可能性很大。至于后遗症，我们需要等他醒来后才能进行评估。不过，年轻人的恢复能力都很强，我相信他会慢慢好起来的。张教授给出了一个相对乐观的回答。太感谢了。张教授，真的太感谢了。阿明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只能不停地道谢，这是我们医生的职责所在。张教授谦虚地说，你妻子很坚强，在手术过程中生命体征一直很稳定，这种意志力对恢复非常有帮助。小雨被推入 ICU 后，阿明只能通过窗户远远地看他一眼。只见他静静地躺在病床上，头部包着厚厚的纱布，脸色苍白，身上连接着各种监测设备和输液管。那一刻，阿明的心似乎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。小雨，你一定要醒过来啊！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一起走呢。阿明在心里默默祈祷着。ICU 的规定很严格，家属不能长时间陪护。阿明只能在 ICU 外的等候区守着，时不时向护士打听小雨的情况。就这样，又过了1天，小雨的各项生命体征逐渐稳定，但依然没有苏醒的迹象。张教授每天都会来查房，对小雨的情况进行评估。病人恢复得不错，但脑部受到的冲击比较大，苏醒可能需要一些时间。张教授对阿明说，你要有耐心，同时也要做好长期护理的准备。阿明点点头表示理解，不管需要多长时间，我都会等他醒来。小雨昏迷的第3天，奇迹发生了。当阿明像往常一样在 ICU 外等候时，一名护士急匆匆地跑出来，阿明先生，你妻子有苏醒的迹象了。阿明一听，激动得差点跳起来。真的吗？我可以进去看看她吗？张教授正在里面检查，请你稍等一下。护士说完，又匆匆回到了 ICU。不一会儿，张教授走了出来，脸上带着笑容。好消息，你妻子已经开始有意识了，能对简单的指令做出反应，这是个非常好的兆头。太好了，我能进去看看她吗？阿明满怀期待地问道。可以，但时间不能太长，5分钟就好。记住，不要激动，说话要轻柔，尽量不要让她太兴奋，张教授叮嘱道。阿明郑重地点点头，在护士的带领下穿上隔离服，走进了 ICU。走进病床，阿明看到小雨的眼睛轻轻动了动，然后缓缓睁开了一条缝。虽然他看起来还很虚弱，但那双眼睛里的光芒让阿明激动不已。小雨，我是阿明，你能看到我吗？阿明轻声说道，同时做着手语。小雨的嘴角微微上扬，做出了一个微笑的表情。他想抬手回应阿明的手语，但力气不够，只能轻轻地动了动手指。别着急，慢慢来。阿明握住小雨的手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。你已经醒了，这就是最好的消息。小雨的眼睛里闪烁着泪光，似乎在说我回来了。这一刻是阿明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之一。从鬼门关前把爱人拉回来的那种喜悦，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。时间到了，护士轻声提醒道，病人需要休息。阿明依依不舍地松开小雨的手，做了个我爱你的手语，然后离开了 ICU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小雨的恢复情况超出了医生的预期。1周后，他已经能坐起来，并用手语和阿明简单交流了。2周后，他被转出 ICU， 进入普通病房。1个月后，他已经能在护工的搀扶下缓慢地走动了。简直是个奇迹，主治医生感叹道。很少有病人能在这么严重的伤势后恢复得如此之快，都是因为台湾医疗团队的精湛技术和无微不至的照顾。阿明由衷地感谢道，如果不是你们当初那3小时的紧急救助，小雨可能就不在人世了。然而康复之路并非一帆风顺，由于脑部受到撞击，小雨时常会头痛，
有时甚至痛得无法入睡。他的右手也因神经受损，灵活度大不如前。这对一个靠手艺吃饭的人来说，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。看到小雨因为无法像以前那样灵活地使用双手而沮丧，阿明决定帮助他重新找回自信。我们一起练习，一点一点来，不着急。阿明用手语告诉小雨，你是这世上最坚强的人，我相信你一定能重新掌握这项技能。就这样，每天完成医院的康复训练后，阿明都会拿来一些布料和针线，陪小雨一起练习缝纫。刚开始，小雨连穿针都很困难，常常因为失败而沮丧落泪。但阿明从不放弃，总是鼓励他再试一次，慢慢来，没关系的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阿明耐心地安慰他，小雨的坚强再次让所有人感动。经过3个月的努力，他不仅能流畅地使用手语交流，右手的灵活度也恢复了大部分。他甚至开始在病房里为其他病人修补衣物，用自己的方式回馈社会。小雨是我们病房的开心果，护士长这样评价道。虽然他听不见，说不了话，但他总是用微笑和行动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。临医院的社工部门了解到小雨的情况后，特意为他联系了台湾聋人协会。协会的志愿者经常来看望小雨，教他台湾的手语，帮助他更好地融入台湾社会。台湾的手语和大陆的有些不同，但志愿者们非常耐心，一点一点教我。小雨通过手写纸条告诉我，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。出院那天，医院里的医生、护士都来送行，甚至连保安和清洁工阿姨也来道别。小雨的眼睛湿润了，她用手语向每一个人表达着感谢，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的今天。我会永远记得你们的恩情。小雨的手语虽然缓慢，但情真意切。回到家后，小雨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。阿明的家人对他更加关爱，邻居们也经常来访，带来各种美食和祝福。小雨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与关怀，失去的东西终将会回来。阿明经常这样鼓励小雨。果然，在出院半年后，小雨的右手几乎恢复了往日的灵活。他决定重新开始自己的缝纫事业。阿明支持他的决定，帮他在家附近租了个小铺面，取名小雨缝纫坊。开业那天，前来祝贺的人把小店挤得水泄不通，医院的医护人员、聋人协会的志愿者、邻居们，甚至一些曾经在医院被小雨帮助过的病友都来表达祝福。从大陆到台湾，从死亡边缘到重获新生，小雨的经历就像一部励志电影。当地媒体这样报道道，小雨的故事很快传开了，不仅感动了台湾民众，引起了大陆媒体的关注。许多人被他的坚强和阿明的爱情所打动，纷纷来到小店，或是修补衣物，或是单纯的表达敬意。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做了应该做的事情。阿明面对赞誉，总是谦虚地说，真正坚强的是小雨，是他教会了我什么是生命的韧性。而小雨则通过纸条写道，生命给了我第2次机会，我要用它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如今，小雨不仅经营着自己的缝纫坊，还在聋人协会当起了志愿者，帮助更多像他一样的聋哑人士融入社会。他和阿明的故事成为了海峡两岸爱情的美丽传说。没有爱就没有奇迹，没有奇迹就没有今天的幸福。这是小雨最喜欢的一句话，也是他和阿明爱情的真实写照。我是丽姐，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是我亲眼见证的海峡两岸爱情奇迹。它告诉我们，爱情可以跨越一切障碍，生命的坚韧可以创造无数可能。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只要我们不放弃希望，奇迹就会发生。看完小雨和阿明的故事，你有什么感触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对了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转发哦。你们的每一次互动都是对丽姐最大的支持。下期我会带来更多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，敬请期待。